大家好，我是微庄主。那今天呢，我们聊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关于 A 股跟港股的。那在过去半年呢，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呢越演越烈。那很多读者呢会想到上一次中美贸易激烈争端的时候，2018年 A 股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熊市，是吧？那也会有朋友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这个日本也是顺差国，然后美国跟日本之间签了广场协议之后，强制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失去了20年。那么如果说人民币长期升值的话 ，A 股会怎么走？那相对于 A 股的话，为什么我会更看好港股？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话题。长期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说全球呢是三级分工，对吧？有资源国，就是它产生大宗商品、原材料；还有制造国，它把原材料制造成商品，然后卖到消费国去。那么美国呢就是消费国，对，中国呢是制造国。那前面这里呢，像澳大利亚呀、加拿大啊，包括那个俄罗斯都是属于资源国，产生大宗商品。现在目前呢，消费国也就是美国的情况呢，是美债收益率飙升的前期，那也是它通胀飙升的前期。那美元指数呢正在下降。那么制造国什么情况呢？就是高贸易顺差，也就是它的贸易顺差额占它的 GDP 的比重是很高那相信呢，老朋友对这幅图都非常熟悉了。这是作为全球国际货币的美元的资金成本，也就是它的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那我把过去超过100年的数据拿出来，我们会看到一个40年的国债收益率下降期呢已经结束了，现在已经突破了这个上行的趋势，正在往上走。长期呢应该是往上走，然后嵌套着短期这样的波动。在这样上去又下来再上去的过程中，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更像过去的这个时候，对吗？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在我们正式聊就是各个国家这些关系之前呢，有一个小知识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叫做莫代尔的不可能三角。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国家你要在你的固定汇率跟资本自由流入流出还有你独立的货币政策之间，你只能选2个，你不能选3个。什么意思？比如说呢，香港呢现在目前呢，它的汇率是盯住美元，它选择了固定汇率，同时呢，资本也可以自由的流进流出，可是它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金融的港口，我们并不需要香港边的货币政策考虑到通货膨胀跟就业问题。那美国呢，现在是资本自由跟独立的货币政策。我们说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主要看的是美国的通胀跟就业情况。那它放弃了固定的汇率，就是汇率是波动的。那么现在呢，中国大陆呢是选的是固定汇率跟独立的货币政策。那我们资本是管制的。在整个的国际货币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历史呢分成了几个阶段。首先呢是金本位制，也就是18世纪末跟19世纪初的时候，当时是金本位。那么当时呢是各个国家呢选择的是固定的汇率跟资本的自由进出，但是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对，那各国央行呢被动的调整利率，配合黄金的流动，不是通过本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来制定它的货币政策。那么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那就选择的是固定汇率跟独立的货币政策，放弃了资本的自由。就是美元呢盯住黄金，然后各个国家呢盯住美元。各个国家呢有一定的货币政策的空间，但是还要基本上保持稳定的汇率。那到了7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我们说呢，美元脱钩了黄金，那么各个国家呢就纷纷的都改成了浮动的汇率，变成了放弃了这个固定的汇率，选择了资本的自由流进流出跟独立的货币政策，也就是根据他自己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来制定他的货币政策的。那到了90年代呢，到现在呢，基本上就是一半一半像有的地方呢，他就选择的是固定利率跟独立的货币政策，比如说像中国那有的地方呢就选择了这个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的自由流出，但是放弃了固定的汇率，比如说欧元区。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跟
德国呢，其实当时呢都有经历过目前像中国现在目前所经历的事情。当我们把这段时间定位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阶段，德国跟日本也是高顺差国，明白吗？就是说现在呢，美国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国处在这个情况，对吧？那当时呢是美国处在这个情况，德国跟日本处在这个情况。那我们今天呢会去复盘德国跟日本当时的情况，来看一看中国的人民币未来可能会怎么走，利率可能会怎么走，然后股市可能会怎么走。美国整体利率上升的时候，其实利率跟的是它的通胀，对吧？整体利率上升的过程当中，本质上也是通胀上升的过程。那我们说呢，在整个通胀上升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还继续的死死的盯住美元的话，你会发现什么？通胀也输入到你的国家了，你的货币也大幅度的贬值。那我们知道呢，当时美国在70、80年代的时候，通胀率已经达到了2位数，属于恶性通胀哈。如果顺差国死盯利率会有什么问题，它最后就会经历通胀。所以呢，在当时那个时候呢，德国是怎么做的呢？德国是开始逐渐的，他自己主动的放弃了汇率的固定，也就是说，他自己主动的放弃了这个，来选择资本的自由进出跟独立的货币政策。就是说我根据我自己德国内部的宏观经济来制定我的利率，而不是为了跟定你的美元，然后来制定我的货币政策，导致你们通胀我也通胀。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你放弃了固定的利率，那你的货币，你的马克大幅度上升之后，你本国的制造国，你制造出来的产品是不是价格在国际上价格就更高了？当你放弃这个固定汇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出口会被影响。所以当时呢，日本呢就选择了还是继续的死死盯住，最后就导致了什么？非常高的通胀。那在整个上个世纪70、80年代呢，美国通胀很高，对吧？那各个国家呢，本质上都有输入性的通胀。你看，你制造国在中间，你前面是资源国，后面是消费国。那美元贬值，美元通胀输入到这里，同时大宗商品也涨价，你的原材料也涨价，所以你也会通胀，你的产出大于你的需求，所以你才有能力出口嘛。那么虽然说你是制造国，可是你的商品价格依然会上涨。但如果说呢，你放弃了汇率呢，你的通胀就会得到一定的控制，但依然会上行。我们会发现在这3个国家当中呢，因为德国放弃了汇率，所以它的通胀是最低的，而日本跟美国的通胀都很高。那日本呢，毕竟它是顺差国，也就是说它的产出大于它的需求，所以它的通胀要比美国低。如果说你有贸易顺差，假如说你有一个工厂，你这个工厂呢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到了别的国家去，然后赚到了美元，你拿这个美元是不是回来你到银行可以换成人民币，对吧？那出口的收入呢换成了本币，等于说央行就被动的印钞了，货币供给是被动的被迫的上升了，所以等于说流动性很高。那么如果说呢，你盯住汇率，等于说就像你一个高压锅，你一直往里充气，可是呢，你盯住这个汇率，等于说你这个盖儿是盖住的。那么央行呢就不能完全的去冲销多印的这些本币，所以这个流动性越来越高，你的物价就被抬升了。但你如果说你不让你的本币升值，你的通胀就可能不可控，就被别的国家拖下水。那如果你让你的利率抬升，你的货币升值，等于说把高压锅稍微放一些气，虽然说你的产品在整个的全球当中，你的价格被提高了，会影响你的出口，可是呢，你的通胀被控制住了。那我们说呢，当放开外汇的时候呢，本币升值呢，它的长端利率就会下行了。也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债市呢应该是先上涨再下跌的。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德国呢跟日本在上个世纪的时候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德国呢，其实在7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
逐渐的放弃了固定汇率，这是它的汇率哈。基本上你看，从70年代初就开始放弃汇率，德国马克就一直在升值。那很多朋友呢就问说，如果你的本币升值，那说明你的制造业，你制造出来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你的竞争力就很低。那在竞争力低的情况下，你的股市会不会变得很不好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德国的情况。那红线呢，就是当时德国的股市，70年代的股市。我们看它其实本币升值呢，在60年代末的时候就开始升值了，也就是大概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其实它的股市依然是在上涨的，它依然是在上涨的。那在这里为什么下跌了呢？因为这个时候通胀已经很高了。看哈，这个橙色的线是它的通胀率，当时已经达到了7%多，虽然是低于日本跟美国的2位数，但依然很高。我们说恶性通胀会扼杀，怎么样？会扼杀估值嘛？因为你要加息，对吧？那它的10年期国债收益它同步是上行的。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国债收益率上行，它跟债市是相反的，所以在整个这个马克升值的过程当中，债市是往下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几年一直在讲，现在投资已经不能再做股债平衡了，要做股商平衡，也就是股票跟商品的平衡。商品会涨，股票会涨，可是债会往下走啊。什么时候可以做股债？在利率长期下行的时候，80年代到2020年代下行的时候，股债平衡才有效，长期债是上涨的。那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呢，绿色的线是当时它的贸易顺差占 GDP 的比重也是非常非常高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并不一定你本币升值，你的股市就一定很差。什么时候股市会差？就是当你通胀不可控的时候，你的股市才差。这是我们对德国的一个复盘。那我们再看日本，这个呢是日本当时出口占 GDP 的比重。那上个世纪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蓝色的是非常高的哈，现在已经不行了。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呢，日本的长期利率走势跟美国长期利率的走势相比哈，那蓝色的线呢是美国，橘黄色的是日本。我们看这个日本啊，它毕竟是顺差国，顺差国的产出啊，它就大于它的需求，所以它多出来的产出才会出口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日本的通胀是没有美国高，所以它长期利率也没有美国高，但是它的长期利率依然是上行的。也就是说，在全球在消费国通胀上行的过程当中，制造国顺差国也是上行的，只是上行的幅度没有那么多。对，这就代表了债市在一个全球利率上行的过程当中，股债平衡是不可行的。那我们再看一下日本当时的股市，日元跟美元的汇率呢是这个浅蓝色的，在80年代到90年代是大幅度下行哈，这就是当时签了广场协议之后，广场协议大概是在这个时候签的。其实大家看哈，即使在签了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股市都没有马上下行哦。就是说一个国家它的竞争力是有惯性的，它又上涨了好多年呢，是从90年代开始才开始长达20年的下行，一直都没有创新高，到前1-2年才开始创新高。不止20年呢，30年的股市是横着走的，基本上哈，熊市。那很多朋友其实也很担心啊，就是说会不会也产生这样失去30年的情况？那我们要知道，当时呢，日本它的政策是什么？日本当时呢是拒绝升值，然后呢货币宽松，盯住美元，拖出口，通胀非常非常的高，然后最后产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泡沫，它的资产泡沫，最后怎么样？泡沫爆掉了，才产生的20-30年的一个横盘。那德国呢，是它主动的升值控通胀，同时呢去做产业升级，它就没有产生这个消失的20-30年。中国呢，这次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有讲一句话，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像上个世纪日本那样去接受美国签那样的协议，我们也没有必要。日本是依托于美国的军事，我们不是。所以呢，
我们呢应该还是会升值，但升值并不完全是迫于政治压力或者是国际关系的压力，而是说呢，如果我们不升值的话，通胀会很高。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控好这个节奏，控好通胀， A 股是可以走出牛市的，并不必然进入到像日本那样的路线，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路可以走，尤其是目前已经有了之前的经验，也就是说上个世纪在整个这个上行过程当中，各个国家之间相互之间是如何博弈的，产生什么后果，我们都可以去吸取这样的经验来设定我们的政策。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大概再复盘一下，就是说未来呢，人民币呢应该会由于全球的通胀会温和的升值，然后呢，债市呢应该是往下走的，因为你通胀往上，你的要把利率往上走，所以债是往下走，对吧？那股市呢，主要还是看你的整个的宏观经济的质量，跟你这个政策的制定，不要大水漫灌。那我之前其实在圈子当中也写了一个帖子，其实对于我们 A 股的投资者来说，我们并不期待一个快牛，我们还是期待一个慢牛，这样更健康。如果快牛的话，那就是像上个世纪日本那样的一个资产泡沫，那并不是健康的。其实说我当时讲，反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哈，我们更希望的是一个温和的宏观经济更加健康的这样的去往下走。香港呢，会不会放弃盯住美元？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国家对于香港的定位，在这个不可能三角当中啊，我们不需要你去考虑全国的通货膨胀跟就业问题，我们需要你考虑的是，你作为一个固定汇率的一个金融港口，让其他的国际的投资者、外部投资者来信任你这个货币。那什么时候可能会放弃呢？就是我们人民币真正的可以跟美元对比成为国际货币的时候。当你香港盯住美元的时候，你的货币政策是不是就没有独立性了？你也要跟着美联储走。那我们看哈，这个紫色的线呢是美元指数反过来，那这个紫色线往上走就代表着美元指数下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就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这样的位置，如果它向上突破的话，应该是往上走。那这个是恒生指数，我们可以看到恒生指数跟美元指数其实它的相关性是很高的。如果港股往上走， A 股跟港股谁会走得更好？去年还是前年其实就讲过这个，大家感兴趣可以回去看我以前那个视频，是详细讲的。我们说呢，股市估值呢分分子跟分母，那么分子呢是盈利，分母呢是无风险利率。那么如果盈利，香港的上市公司盈利都是赚的人民币，都是中国的，都是它主要业务都是在大陆的，盈利是以人民币估值往上走，因为人民币要升值嘛。那分母呢是美元往下走，是不是产生一个戴维斯双击？所以呢，我认为呢，港股跟 A 股相比，在中长期，至少在3年的一个维度上，港股是会跑赢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在港股恒生指数跟 A 股的套利 K 线上得到印证。这是美元指数，你看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个位置，如果下来的话，那基本上就往下走。这个是最近的这个隔夜利率，就是香港的隔夜利率跟美国隔夜利率的差值。如果你香港选择固定汇率的话，按道理说是不是你的利率要跟着美联储的走，应该是它的差应该是在0左右。我们看大部分时间呢基本都在0。那最近呢有一个这样的极高值，也就是香港的利率相对于美国的利率太低了。为什么会太低呀？因为热钱大幅的流入的时候，你的利率是不是就被压低了？因为你的流动性很多了嘛，所以你的资金成本就低了，然后就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来去调节你这个整个这个汇率，来盯住美元。国际投资者已经开始关注到港股这边的走势了。这个是港股跟标普500的套利 K 线，它已经在一个极低的位置了，是月线。
这个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也就是过去大概有50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走出了一个典型的底部结构破底翻。那它会不会这样子？也就是说，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5到7年一个时间，港股是大幅度的跑赢标普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啊，回去观察一下。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要内容，主要就是说，人民币呢应该长期会缓慢的升值，然后 A 股还是要看中国的宏观经济的质量。我们并不希望它像日本上个世纪那样大幅度的放水来去保出口，我们还是希望它缓和的走牛市。那相对于 A 股呢，我们是更看好港股的，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分子是人民币，它的盈利是以人民币，这个人民币是要升值的，而分母是美元，美元是要往下走的，会形成戴维斯双击。这个 A 股跟港股之间谁会走赢，可以用套利 K 线来做印证。好，那套利 K 线是什么？怎么回事？具体这些东西呢，都在我以前的视频当中，欢迎大家回去好好看一看。好，那有问题呢，欢迎在留言区留言。